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娇秋。视频开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所有的录屏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有可能届时和正式服时装的有所差距，大家后续还是以正式服时装的数据为准。给娇秋做一个综合评价，那就是佩拉的 Plus 加强版。根据实测，娇秋辅助所有角色都要胜于佩拉一筹，注意是所有角色啊！不仅如此，娇秋对主要输出来源为大招的角色拥有更进一层的辅助能力，比如黄泉、云离还有银之等这类角色。那么视频的开始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还不了解娇秋技能的玩家详细解读一下它的各种技能机制，方便你最快最详细的上手这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已经是完全理解它技能机制的大佬，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视频的9分27秒开始观看。娇秋的天赋可以让娇秋在使用普攻、战技还有终结技命中敌人的时候，都有100%的基础概率对敌人施加上一层叫做静威的 debuff。我在这里普攻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注意观察可可利亚血条下的 debuff。普攻一下，可可利亚被施加上了一层静威，这个叫做静威的 debuff 呢，会持续2个回合。同时，静威1层的时候，可以让敌方受到的伤害提升15%。静威最多可以叠加5层，在1层的时候可以让敌人受到伤害增加15%，此后的每1层呢，可以让敌人受到的伤害增加5%，也就是叠到最高层5层的时候，静威可以让敌人受到的伤害提高35%。不仅如此，当敌方处于静威状态时，也会被视为陷入了灼烧状态。每回合开始的时候，会受到娇秋180%攻击力的 DOT 火属性伤害。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0+0的娇秋，它的 DOT 伤害是多少啊？5059。那毕竟不是专业 DOT 手啊，这个伤害比较低呢，也是正常的啊。猪逼吧，这怎么这么菜啊？一点小小失误，大家不要在意。接下来我们视频继续啊。关于静威这一个 debuff， 还有很多官方描述里没有提到的，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扩展。1，对已经拥有静威的敌人再一次重复叠加静威的话，不仅可以让他的静威层数上升，而且可以重置2回合的静威持续时间。大家看这一段录屏，现在可可利亚身上的静威是1层，然后剩余持续时间是1回合。我们使用娇秋的普攻再攻击他一次，他的静威就变成了2层了，叠上了1层，并且剩余持续时间重置成了2回合。而且就算在叠满5层了之后，娇秋继续攻击对面，也可以重置这个2回合的剩余回合数。这就让娇秋对比佩拉拥有了一个较大的优势，那就是佩拉释放完大招减完对面的防御力之后，对面如果速度快一点，快速跑完2回合，佩拉的减防效果就不复存在了。而娇秋在实战的时候，它的5层静威可以说完全就是永续的。我个人在玩的时候，对面怪物的5层静威从来都没有掉下去过，这就是娇秋对比佩拉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第2点补充，静威不管叠了几层，它的 DOT 伤害都只会烧1次，那2层的静威只烧了1次，5层的静威也只会烧1次。终于说完了娇秋的天赋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普攻、战技还有大招的解读。普攻没啥好说的，除了能给敌方叠1层静威以外，普攻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攻。战技给主敌人造成150点的火伤直伤，然后给2个相邻敌人造成90点的火伤直伤。娇秋的直伤非常低，实战中直伤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战技可以额外给主敌人叠1层静威。比方说，现在可可利亚身上2层静威，2根冰柱身上1点静威都没有。然而我们释放了战技之后，可可利亚身上就变成了4层静威，2根柱子分别被叠上了1层静威。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大招，将敌方目标具有近微的层数统一设置为场上近微层数的最高值，然后对全体造成100%的火属性伤害。我们看敌人现在啊，可可利亚身上4层近微，但是2根冰柱身上都没有近微。但是如果我们用大招打对面的话，可可利亚被攻击了一下，所以可可利亚的近微变成了5层，而2根冰柱身上的近微也被同步设置成了场上最高层数5层，这就是大招的第一个效果。大招的第二个效果是产生3个回合的结界，以焦丘的行动次数为准。产生结界之后，焦丘的头像下面会有3个点，每当到了焦丘自身的行动回合的时候，这个点数会减少1点，代表着结界持续时间减少1个回合。敌人在这个结界里受到的终结技伤害会提高15%，且每次行动的时候有60%的概率陷入1层近微，这个陷入1层近微也会重置近微2回合的冷却回合数。结界存在期间，这一个会触发6次。关于终结技，我再给大家拓展一点官方并没有提到的东西，那就是焦丘释放大招给对面创造结界之后，对面在行动之前会被加上1层近微，这加上1层近微呢，是能给黄泉蝶大招层数的。我们来看一下，黄泉本来是7层，然后对面行动被加上1层近微，黄泉叠到了8层。而我们都知道，带有宇宙市场趋势这一张光锥的存护队友在被打的时候，也能给黄泉叠1层大招的层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让焦丘和带着宇宙市场趋势的沙金一起上？这样对面的敌人在行动的时候会被焦丘的大招加上1层近微，又会被宇宙市场趋势加上1层灼伤，也就是对面行动1次直接给黄泉的大招加2层，能不能做到这样呢？答案是不能。对面在行动的时候，不管被加上多少低 buff， 都只算1次，只能给黄泉的大招加上1层。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队伍里带了焦丘的话，你的其他存护队友就可以不带宇宙市场趋势了，就可以放心的带他的专光啦。最后再来说说焦丘杂七杂八的额外能力，它的秘技是创造一个领域，在领域中的敌人进入战斗后会有100%的基础概率被附加上1层近微。此外，焦丘在战斗开始时会立刻恢复15点的能量。然后焦丘的效果命中大于80%的时候，每超过15%会额外提升60%的攻击力，最高提升240%。这个在焦丘的效果命中达到140点的时候，可以吃满这个收益。大家在给焦丘堆属性的时候，也尽量把它的效果命中堆满140点。实战中，只要你的焦丘命中达到了140点，就几乎可以做到不被对面给抵抗掉了。但是140点也并不是最高了啊，你可以尝试给它堆到180点啊，180点之前呢都是有一定的收益的。最后最关键的一点来了，结界存在时，敌方目标进入战斗会被施加近微，并且直接设置为场上近微的最高层。用虚构叙事这个副本给大家展示一下。BOSS 卡夫卡一进来，立刻就受到了5层近微的影响。实战下来，整场虚构叙事的所有怪一直都保持着5层近微的这样一个状态。不仅可以在虚构叙事里面用深渊的上下层，也可以这样用，转火能力非常强大。以上就是焦丘这一个角色的所有技能机制解读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个人觉得，不仅把它的机制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些隐藏机制也给大家展示得很淋漓尽致了啊！如果屏幕前的你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呢？非常感谢你哦。那么在正式实战焦丘之前，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焦丘和其他虚无角色在数值上的一个差异。为了控制变量啊，所有虚无角色我等一下都会用这一套仪器。
球呢会改变一下，胶丘用火属性提高，佩拉用冰属性提高，银狼用量子属性提高，绳子也用同一根绳子，光锥用这一个只增加效果命中的光锥啊，摒弃掉光锥的影响，只对比角色间的数值区别。在没有任何拐的情况下，我的希尔一个大招打了55399的伤害。接下来我们看加上了佩拉之后的一个表现，这边呢佩拉已经是把大招给可可利亚上了，就是这一个叫做通解的东西。在佩拉的加持下，希尔一个大打了71332。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的胶丘。这段录屏里呢，我胶丘大招还没有开，但是可可利亚身上静威已经叠到5层了。在这样的状态下，胶丘辅助希尔达到了74789。接下来这一段录屏呢，我把胶丘的大招也给它开出来了，希尔的终结技伤害会变得更高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伤害是多少，83099。最后再来给大家上一段银狼的对比一下吧。我这里银狼的所有低 buff 都给对面的可可利亚给它上去了，看见没有？全部银狼的低 buff， 包括减防还有大招都给它上去了。希尔打一下是85499。虽然视频里只给大家展示了希尔打可可利亚的录屏，但是其实我是试了非常多的角色，非常多的敌人的啊，得出的结论大差不差。结论就是胶丘在不开大的时候呢，他对全队的一个拐的能力已经超过佩拉了。那他在开大的情况下，他对全队的拐的能力甚至能逼近银狼。但银狼是一个单体，胶丘是一个群体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知道了胶丘的大致数据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实战吧。实战我会用这个阵容，其中胶丘是一个零星魂。光锥带着决心如汗珠般闪耀的0+0胶丘，具体属性面板是这样的，其中效果命中还没有合格啊，效果命中还差40%，算是一个平民的还没有毕业的胶丘。然后黄泉这一边呢是一个0+1的黄泉，具体属性面板是这样的。佩拉和沙金就不用多说了，佩拉是6魂的，沙金是0魂的。算是一个比较平民的队伍了啊！来，我们胶丘先大招给对面开出来，沙金回一个点，佩拉直接战技攒出大招，开出大招。我们黄泉先不要开大，先让对面2个怪物在胶丘的结界里被烧一下，把静威都给攒到5点再开大，达成收益最大化。来，3刀大斩。将近100万的伤害啊！这可是0+0的胶丘和0+1的黄泉，能打出100万伤害，其实还是很难得的。不过呢，我现在这一个阵容是最传统的胶丘加黄泉加另一个虚无角色，再加一个生存位的阵容。这种最传统的胶黄阵容呢，是打不出深渊12层的0P 的，它主要胜在一个输出又高，并且生存能力也非常的稳定。本期视频的末尾，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个全0命，0命胶丘加0命黄泉，再加2个0命同血角色的0T 的视频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跳转视频的最后观看。现在呢，我们先展示这个传统的胶黄阵容。好的，佩拉攒一下能量，反正战绩点够用。黄泉3刀大斩55万伤害。胶丘继续上一个大招。实战中胶丘的大招几乎就是永续的。胶丘在场上，对面的静威一直都是5层，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啊！哇，4%啊，兄弟！你不会，你不会又浪费我一个回合吧？来，胶丘能不能给他带走？1%呀！哎呦，我服了！哎，行吧，行吧。如果胶丘这里带的是专关的话，这一个回合肯定就不会浪费了。3刀大斩49万。
好嘞。焦秋继续虚大招。焦秋的这个大招结界一直存在，对面只要一行动，就肯定会为黄泉附加上一层大招能量。对比宇宙市场趋势，要对面的怪打我们的存护队友才会蓄能量呢。焦秋的这一个给黄泉攒大招的层数会更加的稳定。酒杯怪又被焦秋的结界烫一下，黄泉又加一层。啊，焦秋真的是黄泉的极品队友，这没啥好说的。好的，佩拉再来一层给黄泉攒上，然后黄泉开大，能不能直接带走啊？直接带走呗，让我打一个2T。好的，62万伤害带走，深渊12层2T。顺便给大家放上2段对比录屏，左边是0+0焦秋辅助黄泉，右边是0+1焦秋辅助黄泉，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这个伤害的增加。然后这一段录屏呢是老的黄泉队伍，就是银狼加上佩拉的一段录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焦秋替换掉老虚无角色银狼之后，队伍整体伤害会增加多少。同时我还给大家实验了一下同一个黄泉加入卡黑队的伤害啊，加入卡黑队之后，黄泉自身的伤害就变得很低了。你看3刀大斩只打出了38万的伤害。不过呢，卡夫卡和黑天鹅本身可以补充一点伤害。卡夫卡一个战绩3万2，再一个大招13万多的伤害啊！不卖关子了，最后卡黑队我打了4T 啊。总而言之，我想给大家表达的就是，焦秋在时装后绝对是黄泉的最强队友，肯定是要超越原来的老队友，比方说银狼还有卡黑的。但是你先别急，虽然焦秋的时装可以替代掉黄泉阵容里的卡黑，但我并没有说卡黑这次就没有喝到汤啊。焦秋也是卡黑队的绝佳队友，焦秋加入卡黑队的辅助能力和软梅是持平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段焦秋加入卡黑队的实战。如果要加入卡黑队的话，一次就要带细球4件套和苍穹战线2件套啦。然后是0+1的焦秋，0+1的卡夫卡和0+1的黑天鹅都是0+1的。实战开始，我们把 DOT 伤害都给对面加上。好的，焦秋开出大招。你看，现在这 DOT 一下就有8万7的伤害了，哎，再 DOT 一下8万1伤害。然后卡夫卡一个1技能8万4，一个大招直逼20万的伤害。黑天鹅再把大招上去，等怪物行动的回合，我们看一下那个 DOT 伤害是多少。焦秋可以回一个战绩点啊，11万整。又是差不多11万，个人还专门把焦秋替换成了0+1的软梅进行了一下对比，发现如果上了软梅的话，这2个 DOT 伤害也是差不多11万左右。总而言之，在卡黑 DOT 队里，焦秋和软梅差不多是成一个持平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0命的焦秋在卡黑 DOT 队里呢，他自身的火伤是打不出多少的。我们等怪物行动一下，看见没有？火伤只有1万多。也就是说，0命的焦秋加入卡黑 DOT 队的话，主要收益来源就是焦秋的静威所提供的1伤，它本身的灼烧伤害呢是打不出多少的。如果你真的要玩 DOT 焦秋的话，我建议你把它的2命给它刻出来。2命就是专门为 DOT 而生的，2命对于直伤队、对于辅助黄泉来说没有任何作用。如果你是 DOT 爱好者的话，再去考虑2命；如果不是 DOT 爱好者的话，2命就不要去考虑。卡夫卡一个1技能10万伤害，黑天鹅大招有了啊，我大招没事，大招留到第2回合吧。来，第2回合开出来。对面受到 DOT 7万8的伤害，
杀金来一层增伤。战绩点够用啊！黑天鹅 E 技能可以来一下杀金普攻，回复一个战绩点。焦丘这边普攻还是 E 技能？E 技能吧。E 技能击破一下左边那只怪，然后开出大招。好的，卡夫卡，直接一个大招，30万伤害，这个还是很爽的啊。不过毕竟是 DOT 队啊 ，DOT 队你要打0T 打什么 1T 呢？那是很勉强的。我这一波最终打下来呢，成绩是一个4T。同时，焦丘优秀的转火能力能让他在虚构叙事里，对面的所有怪物一进来就享受到了5层近微的增伤。所以在虚构叙事里，焦丘加上云离这个组合呢是非常香的。甚至强度可以直逼翡翠加上黑塔的组合。给黎明的焦丘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个人认为算是一个挺值得抽取的角色。焦丘非常适合辅助靠大招输出的主 C， 尤其是黄泉，加入黄泉队还可以免掉一张宇宙市场趋势。那除了辅助靠大招输出的主 C 以外，他加入 DOT 队也是可以持平软门的。并且，就算你既不拿它辅助大招主 C， 也不拿它辅助 DOT 队，它辅助其他的角色呢，也是可以超越佩拉的。以上就是个人对灵命焦丘的一个综合评价，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看完了前面的实战呢，相信屏幕前的你已经对焦丘的强度还有配对很了解了。接下来进入遗迹和光锥的推荐环节。由于在临命的时候，焦丘自身的伤害和灼烧伤害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临命的焦丘不推荐任何可以增加自身伤害的光锥，比方说黄泉的专光，还有黑天鹅的专光。黑天鹅的专光只有这个效果命中提升对焦丘有用，下面的这个几乎没用啊，因为焦丘自身的持续伤害很低。总之就是像这种增加装备者自身伤害的光锥都不建议去佩戴。光嘴上说着你可能不信，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上2段实战对比。我的这个焦丘是带着黑天鹅的专光的啊，然后把它的 DOT 伤害堆到了很高。希尔一个大招的直伤是83000，然后 DOT 伤害是10648。现在我随随便便给焦丘带一个4星的光锥啊，希尔一个大招伤害9万多，然后 DOT 伤害6230。你要注意，刚刚那一段对比只是焦丘辅助开服第一个角色希尔的情况，辅助希尔都是4星光锥，比黑天鹅的光锥要更强。如果他辅助的是这样的3体人，那么直伤的差距就会变得更高，黑天鹅的光锥差着4星光锥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大。所以如果网上有人推荐你的焦丘使用给他自身增伤的光锥，我建议你不要相信。除了专光以外，焦丘的光锥最佳下位替代为银蓝的专光与一直下，其次选择4星光锥，决心如汗珠般闪耀。如果你的焦丘效果命中面板不够的话，也可以用新手任务开始前来增加一下效果命中。同理啊，如果你的黑天鹅光锥只是馋它的效果命中呢，也是可以给焦丘带上的，但是呢，性价比会变得非常低。仪器的话，如果不打 DOT 外圈4件套，目前只有风套是适合焦丘的。如果没有风套的话，就用2速度加2攻击就可以了。内圈选择龙骨或者不老者的仙舟。如果你的效果命中面板不够的话，也可以选择公司套作为内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生命的温瓦克，增加一下焦丘的机动性，让它开局就能给对面挂上近微。如果你选择打 DOT 的话，外圈选择幽球套，内圈选择苍穹战线格拉莫。主词条和副词条按照黄字的方式来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命座提升。1命
我方目标对处于近危状态下的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提高40%。左边是零命交丘，右边是一命交丘。实战中这一个提升幅度在16%左右。接下来来看一命的下一个效果，每当触发天赋效果使敌方目标陷入近危状态时，本次叠加的近危层数额外提高1层。这个效果也很简单，就点了一命之后，交丘的所有攻击都能额外上1层近危，那大招直接上了2层近危。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就算点了一命，近危的上限也是只有5层的。那看见没有，上限还是5层。之前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交丘的实战了，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就算是零命的交丘，很快就能把对面叠到5层，然后对面只要有一只怪进入5层，后续的所有怪都能永久保持5层啊。所以一命的这一个额外叠加1层呢，说实话挺鸡肋的。一命它其实是搭配6命玩的，因为6命可以增加近危的层数上限啊。但是如果你只抽一命的话，我个人觉得不如先去抽专武。2命刚刚已经说过了，完全就是用来打 DOT 的。敌方处于近危状态时，近危对其造成的火属性持续伤害倍率提高300%。2命不会增加队友的伤害，只会增加交丘自身的 DOT 伤害。这是没有点2命的情况下交丘打出来的 DOT 伤害。而这是点了2命的情况下交丘打出来的 DOT 伤害。大家也可以借助这2段对比录屏来感受一下2命对交丘 DOT 的提升有多直观。2命的交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DOT 手。3命不需要多说。4命结界存在时，敌方目标的攻击力降低，这个也不需要多说。5命也不需要多说。我们直接来看6命，敌方的目标被消灭时，持有的近危会叠加给场上存活的近危层数最低的敌人，也就是近危叠得更快了，并且近危层数上限提升至9，而且每一层近危还会让全属性抗性降低3%。我来给大家计算一下，6命的交丘对比0命呢，它的易伤从35%变成了最高60.5%。并且6命的交丘额外多赠送27%点的全属性抗性降低。这一段是0命、1命还有6命之间的对比，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以上就是交丘的所有实战详细评测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我个人觉得交丘这个角色0+0就非常好用了。个人比较喜欢用决心如汗珠般闪耀这个光锥，如果你一定要给它拉练度的话，优先0+1，然后1+1，1+1应该就是完全体了啊。然后如果想要玩 DOT 队呢，再考虑2命。3、4、5、6，其实我觉得6命挺强的，但是性价比呢也不怎么高啊。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非常感谢屏幕前的你的收看。视频的最后，如约给大家带来0命黄泉加上0命交丘的深渊12层灵替打法。我这一个打法呢，是把所有生存位都给摒弃掉了，然后呢，也没有带2个虚无角色啊，一定要带软梅和花火2个同血角色才能达成灵替的。软梅和花火也是0命的啊，大家感兴趣可以抄一下我的手法，解说我就不解说了。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一发入魂，再见。